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谈一个这一种在涉外民事事件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做国际诉讼竞合。国际诉讼竞合，学理上也有人把它称之为这个国际间的平行诉讼，或国际多重起诉，或称为国际平行起诉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类型呢？我们来介绍一个发生在我国的案例，来让大家了解说，哦，这个原来就叫做国际诉讼竞合。这个案例是我国籍的夫娶了一个日本国籍的太太妻，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称夫为 X， 太太为 Y。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一对夫妻结婚以后育有一子，太太呢跟着丈夫回到台湾来定居，住在高雄。几年后，这个婚姻开始发生破绽，两个人感情不睦，太太就带着小孩就回到日本，就借口不回来台湾，所以这个我国籍夫 X 向我国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他这个日本籍的太太 Y 要履行同居的义务啊。那这个日本籍的妻子 Y 呢，在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之前，提起了一个反诉请求离婚。所以这个案例是丈夫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这个太太履行同居的这个义务，太太呢干脆提起一个反诉，请求法院判决离婚。那法院呢一调查的结果，你这个太太呢，这个 Y 已经在台湾的诉讼之前，2007年5月1日，他早就向日本大阪家庭裁判所起诉，请求与他台湾籍的先生 X 离婚。所以等于早在日本的法院先细数了一个请求跟台湾的丈夫离婚的诉讼，后来呢才又向高雄地方法院起诉，请求判准跟台湾的丈夫离婚。所以呢，先后在日本和台湾有一个离婚的诉讼的系数。那高雄地方法院呢，因为发现说这个太太已经在日本先提起一个离婚诉讼了，所以他就裁定这个以下我们称它为系争反诉。裁定这个系争反诉呢，它符合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的规定，为免发生国际裁判的矛盾，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因为像有在日本有一个离婚诉讼，在台湾有一个离婚诉讼，先后系数，为了避免日本的法院判决的内容跟台湾的判决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为了避免发生国际裁判矛盾，经过这个太太 Y 为诉讼停止的申请，所以呢，我国的高雄地方法院就在97年的10月9日裁定系争反诉诉讼程序先停止。但是停止这个诉讼程序的同时，高雄地方法院认为说，履行同居义务之诉已经可以达到判决的程度，
所以呢就先下判决，驳回这个丈夫原告 X 的履行同居之诉。因为呢已经在台湾，因为已经在日本已经先提起一个离婚，请求离婚的诉讼，在台湾后提起一个离婚的诉讼，所以高雄地方法院可能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呢就驳回了丈夫的这个请求履行同居之诉。好，这个案例呢我们说明到这个地方。那以下呢针对这个案例的事实的部分，有一些法学理论上面的检讨，这个我们以下做说明。那如同刚刚跟这个各位所说明的是说，这个因为在日本太太先提起了一个请求，法院判准她跟台湾籍先生离婚的诉讼，后来又向我国的高雄地方法院提起一个反诉，也是请求跟这个台湾籍的先生呢离婚。那高雄地方法院为了避免国际之间裁判矛盾，然后呢这个太太也有申请，所以呢请求台湾的这个反诉离婚的部分要先停止诉讼程序。那我国的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准了，就是裁定在高雄地院的离婚反诉呢停止诉讼程序。它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82条之2。好，所以呢各位麻烦你翻开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的这个规定来看一下。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有2项的规定，第一项比较长，好，请各位翻开六法全书182条之2的规定来对照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也有把条文给列出来。第一项规定说，当事人就以系属于外国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诉，如有相当理由足认该事件之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华民国有承认其效力之可能，并于被告在外国应诉无重大不便者，法院得在外国法院判决确定前，以裁定停止诉讼程序。但两造合意愿由中华民国法院裁判者，不在此限。好长的一个条文。第二项，法院为前项裁定前，应使当事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好，这个182条之2的这么长的规定，这个在学理上就是国际重复起诉禁止原则的这个立法。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当然在于第一项的这个规定。第一项，他说当事人就以系属于外国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诉。我们来配合刚刚跟各位所说明的案例来解释一下这个条文。当事人就已经系属于外国法院之事件，刚刚我们案例里面的日本籍的太太 Y 已经就这个跟台湾籍的丈夫之间的离婚诉讼，她已经向外国法院日本的大阪家庭裁判所已经先起诉请求判决离婚。那这个叫做就以系属于外国法院之事件。就以系属于外国法院之离婚事件，是我们这个案例的内容。那当事人又更行起诉，这个是指你在外国已经有一个诉讼了，你向我国法院你又再起诉一次。所以刚刚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日本籍的太太又向
我国的高雄地方法院又再起诉一次，也是请求判准跟台湾籍的丈夫离婚。这个时候182条之2告诉我们的法院说要怎么处理呢？如有相当理由足认该事件之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华民国有承认其效力之可能。请问一下，我们的法院要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该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有承认其效力之可能呢？这句话当然就是说，这个时候高雄地方法院要去判断这个大阪家庭裁判所的离婚判决在我国是否会有被承认的这个可能。我们的哪一个条文是规定要不要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已经跟各位说明过了。对了，如果你回答出来的话，那就是你第一个单元跟第二个单元学习的还不错，就是民事诉讼法402条。所以我们的高雄地方法院就应该要依照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1款到第4款，判断有没有不承认的这个事由。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的法院在这个案例，它就不需要裁定停止。如果没有402条第1项第1款到第4款的任何一款的情形的话，那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已经跟各位说明过了，这个叫自动承认制度。那我们是应该要承认这个日本法院的离婚判决的。所以这个时候，高雄地方法院认为说有相当理由足认这个离婚事件的日本大阪地方法院的离婚判决在我国有承认其效力之可能，并被告在外国应诉没有重大不便者，那这个可能就要看个案来处理。这时候被告呢是这里是指反诉的离婚被告，也就是我国籍的丈夫 X， 他到日本去打这个诉讼，有没有应诉无重大不便？这时候法院得在外国法院判决确定之前，这个就是指我国的法院可以在日本法院判决确定之前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啊，这是第1项本文的规定。但两造合议愿由中华民国法院裁判者，不在此限。这时候，除非这个日本籍的太太愿意合议来由我国法院来裁判这个离婚的这个事件，这时候呢，我们的法院就不用裁定停止啊。那在这个案例呢，我们的法院是裁定停止的，所以可以了解大概当时高雄地方法院的判断，依照民事诉讼法402条，认为这个案例，这个在日本大阪地方法院的这个离婚判决被我国的承认的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具有足够理由的。好，然后这个丈夫呢到日本去应诉也没有重大不便，所以呢就这个准了这个 Y 日本籍太太的申请，那停止了在台湾离婚反诉的诉讼程序。好，那这个是我们针对182条之2第1项的条文的规定的大意，跟各位呢做一个大概性的说明。